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局势不能关。本期呢，给大家带来一场赛季初王者局的比赛回放录像。我相信很多小伙伴在玩打野的时候都不太会打龙龟、赵信、盲僧这种节奏型、快攻型的英雄，因为他们这种英雄节奏一旦起来，很容易就把我们线上的队友一疯狂抓崩，导致我们家的队友一发不可收拾，疯狂的被他抓死，自己也没有发育的时间，队友线上全部爆炸，资源团都接不了，自己一点节奏都没有，全队的压力都给到自己身上，玩得非常难受，对不对？我相信很多打野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，所以说本期给大家介绍一个新的打法。这个打法呢，很适合于镜像开局，我称这个打法为相位入侵流。这时候小伙伴可能又要说了，入侵嘛就入侵不就反野吗？还加个什么相位？你是来硬组两个词儿的？然后问我是不是来耍宝了，是不是？其实不是的，其实不是我硬尬组词。相位的意思呢是角度的意思，相位其实说人话就是镜像的意思。入侵嘛，大家都知道，视野入侵、野怪入侵，这样的打法很容易去起野区的节奏，大家知道什么意思吗？我给大家举个例子来吧，比如说我们是蓝开往下刷，他也是红开往下刷，对吧？我俩都是从上往下刷，而他在从上往下刷的途中，突然看到队友打起来，然后去支援，我们这个时候去支援就来不及了，那就只能去入他野区。而且刚刚好，我们俩都是从上往下刷的，我可以去入他的蓝区，因为我已经刷到下面了，但是他入不了我的蓝区，因为我的蓝区被我清空了。我们是镜像开局嘛，大家懂我意思吗？我们这一把就拿这个龙龟举例子，什么叫相位入侵流打法？这个打法有什么好处，有什么缺点？我们以实战来讲解吧。OK， 我们废话不多说，进入比赛的画面。开局的龙龟在我们家的蓝区做了一个视野，他通过这个视野知道了我是蓝开，而我通过这个视野知道了他是红开，并且我还知道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他的蓝区他并没有插保护眼。这一把呢就恰巧凑成了相位开局。这个时候细节来了，我们通过小绿图可以看到龙龟正在打河蟹，我们把这个眼给排掉之后，然后呢给他一个假视野，我们要去打河蟹的样子，然后实则进去直接跳进去把他蓝 buff 给反掉。首先我们这里先暂停一下，我要讲一下这个相位入侵的细节决定成败嘛。首先你想入侵，你必须得有他的视野，知道他的开野路线，所以说我们开局在那个河道处做了一个防守眼，我们通过小绿图也能看到对面的龙龟一直暴露在我们的视野当中。第二个就是想反野之前一定要打个探照，看一下敌方中单有没有插视野在河道草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要入侵一定要有他们的视野，一定要知道他的开野路向及他打的是哪个河蟹。我们这边把他蓝帽反了之后，老规矩留个眼在屁股底下，通过第一人称拉视角发现赛恩跟那个玫瑰哥哥打起来之后，对吧？我们这边等他回来，然后一上去一个孤立直接把他斩杀。大家知道吗？这个龙龟现在完全进入到我的节奏当中了，因为我起了他的野区节奏，他现在还不知道他的蓝 buff 被我反了呢，他还以为我身上的蓝是我打的自家的呢，其实我是把他的蓝 buff 给打了。然后注意看他的视角啊，因为我们在他的蓝区插了一个那个进攻眼嘛，兄弟们知道吗？这就是相位入侵的好处，他会不知不觉的进入到我们的野区节奏当中。他野区被我们打得一团糟，他怎么再去线上抓人啊？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如果说你是这个龙龟，你怎么办？你还能抓谁？你的蓝区、你的视野全部暴露，你还能抓到谁呢？大家知道吗？这就是我给大家带来一个新的打法，相位入侵流。由视频可见，我们入侵了一次之后有多大的收益？不仅是打乱了他的野区节奏，而且呢，还是变相的保护我们家队友。你看到没？他想来抓我们家的赛恩，我们家的赛恩是傻子吗？兄弟们，如果说你是这个赛恩，你还会被他抓吗？对不对？他都完全暴露在你的视野当中。我们把坤坤打完之后，不要去跟他抢那个河蟹，我们直接去把他的小坤坤给反了。因为什么？龙龟这个英雄，他要么是小兽兽开局，要么是小坤坤开局。所以说他现在的小野怪已经刷新，我们没有必要再去跟他抢公共资源，我就要把他带入到我的野区的节奏当中。我们这边通过第一人称拉视角可以看到我们双人打起来了，这个血量我们不用去的，他们两个是必死。我们这边找一下左翼的机会，然后通过拉视角可以看到我们家的中单啊，是非常的残血。然后呢，我过去之后中了他一个水炮，开启大招。被他睡到之后想追赶一下，然后王八又过来了，那只能往后退。道看到了吗？他完全跟着我的节奏在走，他没有办法，他的野区里没有东西，他只能过来搞我。而他一旦过来搞我，我是完全不亏的，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起杀心，我正常还是从下往上刷野，还把他的小坤坤给反掉了，而且他还不知道我把他的小坤坤给反掉了。我可以很负责的人跟大家说，我用这个打法呢，从赛季初上了王者，上赛季也是峡谷传说，也是赛季王者。我不能说这个打法十全十美，世上没有完全完美的打法，我只能说很适应当前的版本节奏，因为这是唯一一个能起野区节奏的打法。线上抓人我比不了龙龟，那我就把它拖入到野区当中。这边可以看到我们家的队友呢，打不过还要硬打，被人家反杀2次，这把的压力也是很大。
然后我们这边在中路河道草继续杀个保护员，又看到敌方龙龟的身影。我们这边给我们家的中单打信号了，他依然是被抓了。那这种的话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他可能对线压力太大了吧。兄弟们，我说句不客气的，这一把输和赢都跟这个龙龟没有关系的，因为他野区节奏已经被我完全打爆炸。龙龟这种英雄没有线上节奏就是个很废物的英雄。然后我们这边因为入侵过他的蓝区，我们知道他的蓝 buff 经常刷新。我们这边呢一定要卡视野过去啊，因为河道草肯定会有敌方中单插的视野的。我们这边卡视野过去之后，发现他真的在打，然后呢直接把他蓝 buff 反掉，反正就跳出来去把这个眼排了。真的很细节的，就是吸血军的审判。如果我说我直接往那边，直接从河道那边过去的话，被那个眼照到，对吧？他肯定会把蓝 buff 给拉走，或者说拉到草里面，肯定不会让我像刚刚那样那么轻易的给抢掉。他现在呢是完全陷入到我的野区节奏当中了。我们这边跟赛恩看一下能不能动这个先锋，因为赛恩的话也是比较会玩的，是一个国服，而且呢他是唯一一条有优势的队伍，所以说我们在对局当中还是要找准大腿，看一下哪路有优势。我们家的双人路和中路完全是溃败了，直接爆炸了。然后呢，这边找准这个配合赛恩小子，直接把他击飞1套秒了，电信1套秒了，然后这边跟上伤害，对吧？闪现 A 到再接 Q， 然后把那个先锋给放出来。先锋放出来的时候，千万不要被他击杀，一旦我们死了，这个先锋的钱是吃不到的，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能被他击杀。先锋的钱吃到之后，对吧？再去转火他的蓝区，因为他蓝区还有一个螃蟹嘛，对吧？我们都要记住场上的这些东西。兄弟们知道吗？这就是入侵视野的好处。你看，我依然是把这个眼插到他的蓝区，我永远要知道他野区的动向，他永远也别想抓到我们家的赛恩。我们家的赛恩又不是傻子，赛恩快跑呀！你在干嘛？我真服了，天天让我这么担心。这都要是被抓死的话，那我真的做这个事的一点意义都没有了。如果说对面能在透视的情况下依然抓到你家的队友，依然能起线上的节奏，那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OK， 资源团结束，又来到我们打野最喜欢的发育时间。刷野，然后看一下中路什么情况。他这个血量呢有点不好抓，但我们还是过去尝试一下。要拉到这边看一下牧人有没有转，这边有没有视野，没有视野呢直接跳过去，对吧 ？AQ， 然后呢隐身赶紧跑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个血量一旦被他睡到，我又要死。之前我们已经吃过一次亏了，一定要理智一点。我们这个血量被睡到，他一个炮，他一个飞星加电刑，我们直接就暴毙了。他的装备是很好的，他的经济不亚于我可是打了先锋的。所以说闪现跑了之后呢，我们赶紧大招躲一下他的睡眠嘛，一定要理智一点，因为这一把只有我们有优势，而且队友也不是特别会玩，所以说我们一定不要去死。我们家呢凯南明知在自己劣势的情况下呢，依然要去上路带节奏，我只听说过优势去游走的，还没听说过劣势要去游走。那这一波他去上路之后呢，我们不要回家，赶紧把中路兵线给牵过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把中路兵线牵过去之后，对面左一就会被迫的回来守这波兵线，我们这样也就相当于变相的保护了队友。而且呢，我们通过我之前在蓝区插的保护眼也可以发现，对方的蓝区即将刷新，我们又可以顺势残杀对方的蓝区，这就是当时最完美的决策与判断。要不你饶我一命呗，佐伊，哪位小子？我先走了，不给就不给嘛。反野的时候一定要注意线上的情况，线上如果说敌方视野全部消失，那一定要注意一下，对面是不是来找你了。玩打野一定要注意看小地图啊，一定要频繁的看。通过小地图我们会知道很多信息，而且呢，通过第一人称的拉视角也可以看到，也可以获得很多信息。大家可以通过我的视角可以发现，我经常在赶路的途中，或者说在打野的途中，去拉视角看一下线上的情况。这样的话，以便我做出更好的判断嘛，对吧？我本期呢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这个打法，算是倾囊相授了，因为这就是我本人一直在用的一个打法。可能很多人听不懂啊，没有关系，我这个呢比较难，我估计你最起码得宗师以上的打野才能听懂我说的话。不过没有关系啊，我后续呢会进行大量的实战讲解，给大家以第一人称的视角去解说比赛。我们这边看到左一有个母骚，他把睡眠交了之后，我们这边跳下去直接把他杀了，然后呢我也死了。这就有点小亏了，当时我在对局里面，我是以为凯南也过来了，我毕竟不像大家上帝视角嘛，对吧？我当时玩的时候压力也是非常大，8-12，我自己呢4-1-1，而且呢非常的可惜，螳螂是一个很吃队友的一个英雄，我们家的双人路和中路这么菜的话，这一把的赢面会很小，这就是螳螂这个英雄的特点，比较吃队友。我们家的凯南才4000的经济，真的给我惊呆了，怎么会在8分50秒有4000的经济的？他是王者荣耀转型过来除了辅助宝石的吗 ？OK， 我们先不说他了，先玩好自己的。这边呢，看他龙龟在追击我们家的射手，然后呢 AQ， 他开那个的时候，他开护甲的时候最好不要 A 他，因为伤害会100%反射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只要用 Q 这个范围去拉扯他就行了。
这一波呢打了一个2换3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在玩打野的时候啊，在逆风一定要找到这把游戏的突破口，或者说是破局之法。我想问一下大家，你看我视频这一期视频看到现在10来分钟了，对吧？你如果是我的话，这一把打野你该怎么样去赢？队友这么菜的情况下，如果说你不知道没有关系，还好你看到我的视频。这一把的破局之法很简单，就是女警和对面的永恩，他们两个呢，为什么我说他们两个是突破口？是这一把的破局之法。刚刚通过团战，我可以发现他们的站位非常的松散，非常的脱节。你看到没？这个女警她站的是什么位置？这一点血她还要过去，还要在这边浪。我说实话，如果最后一波我的队友不死的话，我会直接送他们5个人一波团灭。但是事与愿违，我们的队友全部阵亡了，那只能被迫回家。我们玩打野在逆风的时候，不要去找队友的机会，而是去找对面的机会。你去无脑的压力队友，也没有任何的作用。你说这个凯南他1-8了，对吧？我骂他有用吗？没有任何作用。他本来打的就不爽，我再说他2句，他马上就要吃我的野怪了。我们正常玩自己的，我们把自己玩好了，要相信自己有终结比赛的能力，因为我们玩的是全联盟最重要的位置，打野位，是可以掌控这场比赛的走向的。注意看这波龙潭的处理啊，这边有一个针眼，但是呢，我是想队友来把这个点排掉的，但是队友已经拿起来之后没有关系，我这边找一个，你看到没？这个女警的站位，注意看，突破口找到，先拉开，等待一个击飞，对，再次回去，击杀心力小女孩，再次在边缘 OB， 然后呢，有人出来之后，直接2刀把我斩于马下。但是呢，我也是跟他换掉了，这一波团还算是一个完美结束，打了一个2换4，最重要的还把小龙给拿到了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以前是从 AD 转行玩打野的，没有什么原因，就是因为我玩 AD 的时候，我怎么 C 我都没有办法去终结比赛，但是我玩打野可以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我以前身上那么大的优势，我玩个德莱文把对面维恩露露打成个0-7、0-8，然后呢几波资源弹下来，人家变成4-7、4-8，把我追着打，我怎么去接受这个事实呢？所以说后来我宁愿我去打野，要么就因为我输，要么就因为我赢。OK， 废话不多说，复活时间到了。我们这边出门之后啊，赶紧去找机会抓对面的永恩，或者说对面的女警，甚至说左翼也可以，只要不吃到他的睡眠。大家知道吗？我们在逆风的时候，如果说能接团，一定要去疯狂的找对面的落单机会，抱团抓单；如果说不能接团，就要去带进脱发，给队友脱发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逆风也就这几种打法吧。然后呢，这一把啊，我们赶紧的去抓一下这个永恩的机会。然后我们这边在找玫瑰小子的途中呢，又被这个视野给排到。但是我们家凯南的位置很好，打了对面一个突骑不意，看到没？又是先找这个女警，找完女警再找左一，找完左一之后，对面都是满血，就不着急进场，先看一下永恩的位置，看一下永恩会不会从哪个犄角旮旯的地方出来。还是老规矩，跳后排。哇，这个人真的巨肉，没关系，把他杀了之后呢，再次跳出来，然后呢，直接把我们的队友控在塔下，搞一下队友心态。开个玩笑的，因为没有资源刷新，我们这边也只能尝试一下对方的蓝区。这个龙辉啊，从开局到现在好像没有吃到过1次蓝 buff。不管他是多大的优势，这边看到玫瑰小子想给队友报仇，忍不住了，出来之后看一下他给不给机会。我们出来之后他又跳回去了，那我们今天刷野看一下他还会不会有杀意。我们这边大条即将刷新，看一下能不能找到他的机会。不过很可惜啊，我们这边过去之后呢，这个草里应该是有眼的。大家通过他的走位也可以看到，然后这边左一出来又想搞我一下子，赶紧跑。因为小龙即将刷新。我们呢，时间过去了3-4分钟，凯南呢，终于从4000经济变成了6000经济，真是可喜可贺呀！有这样的凯南，有这样的 C 位，能不赢吗？但是凯南这个英雄吧，他虽然说他经济力打团的时候该有的作用还是能打出来。很多人可能看到我的出装了，我对面这么多控制的情况下呢，我依然是出了 CD 血，我玩的就是一个极限，玩的就是一个0失误0容错，这是我个人的打法啊，但是我不推荐大家学习。这边呢，敌方召唤峡谷剑锋想压一波我们中路，这个位置的非常好，因为我们绕后了嘛，对吧？找一下看女警在哪里啊？又看到他了，跳出去之后一个刷屏，一个电信直接秒掉，对吧？再次进场，全部收掉，3连跳。大家可以看到我的思路非常明确，那就是找这个女警，女警不出现我就不出去，或者说是找这个永恩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位移啊，我们堂上杀他们是非常轻松的。这个塞纳呢，关键他是比较弱，如果说他是个娜美的话，这把我也会找这个娜美的机会，因为我是软辅杀手，对不对？这很简单，这就是破局之法，你要明白自己该干什么事，什么时候该干什么，对不对？该杀谁？我们这边把大龙打完之后啊，我没打算放这个玫瑰小子回家，我这边找一下他的位置。很可惜啊，这小子跑太快了，如果他再像上波一样想给自己家的队友报仇的话，那我一定会送他们取经爆炸的。拿完大龙之后，先把线带过去，然后看到队友全部回家了之后，对面全部复活，那就直接回家吧，因为我们的装备也够了，钱也够了。
现在的节奏很好，队友的节奏也很快，不要去断节奏。这一波我再去推那个1塔的话，没有任何的意义，而且还会拖自己的节奏，大家知道吗？队友回拿了大龙之后，队友回家就要最好跟着队友一起回，一起走。这个时候我们掉点，这个大龙打的这样没什么意义。如果对面掉点，对面水晶直接爆炸，就这个意义，就这个意思。这边看到石头人在排演的途中啊，又被对面的永恩给留了，然后呢，有个小心灵跳出来，直接一刀秒掉，1刀999，不开玩笑。跳过去之后找一下这个女警。把双 C 全部融化，团长也是顺利拿下，闪现调位，然后他是把我秀了一下，就不给大家展示